大家好，我是云飞。去年我们做了 Moonlight 加3渲的一个教程，还是非常不错的。但依然会有小伙伴觉得复杂，很多人搞不定一网状态下的连接。这不，我又给大家带来新的活了啊！最近这才刚出来的这款串流工具真的太方便了，不仅能串 Windows， 也能串 Mac。关键是开源还免费。我们这次直接实测了它在各个平台下的串流表现。浏览器串流的延迟基本在100多毫秒。客户端的延迟，我这里查看的话，它是在40毫秒，而且我感觉网页的它这个延迟还更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用网页实际游戏串流的一个演示啊。最关键的是可以支持以上所有设备串流 Mac。而且大家看 Mac 串流的这个延迟也是非常的低的啊，一切都非常的简单。这用来远程连接一下 Mac， 临时办一下工，简直是不要太香，完全是一个可用的状态。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软件，由 B 站 UP 主胖大海和 HXY 开发制作的一款国产开源跨平台的远程串流工具，名字叫做云玩家。它可以随时随地从任何设备上掌控自己的电脑，办公、畅玩3A 这都可以。那么咱们点亮收藏，转发给你需要的朋友，这就开始今天的正片。咱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官网长这样，源码仓库长这样。简单来说，云玩家就是一个基于 Flutter 和 WebRTC 的这个开源远程串流项目，支持跨平台运行，通过账号系统实现主机远程管理和画面的流传输。它通过定制化的 WebRTC 协议实现低延迟、高画质的远程桌面和游戏体验，比较适合内网串透或者异地的访问。相较于传统的3渲加 Moonlight 组合，云玩家更注重易用性和跨平台统一体验，适合不想折腾 IP 和端口配置的用户。这个我们开头就已经看过了。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教程。首先我们来安装一下它。我们先来到它的官网，然后直接在这边点击下载。那咱们是 Windows， 就直接选择 Windows 的安装包，它这里就会显示开始下载。当然我也会为大家准备好Windows 然后安卓的一个安装包啊。那它可能会显示这个无法启动，然后我们点击更多信息，在这里仍要运行。这个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啊，然后这个不建议改啊，就直接下一步就行了。云玩家专件，然后这个它这里会弹一个安装组件，就是一个手柄的一个驱动啊，这个一般建议勾一下，那就直接安装。那这里也是选择下一步，直接安装就行了。OK，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运行云玩家。那它这里就会有一个引导，一款跨平台的高性能串流工具，它支持 Windows、Mac、安卓、Linux，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啊。然后我们选择游戏，那低至4毫秒的延迟、高清晰度、硬件加速，我们选择完成。到这里我们需要登录一下我们的这个账户，然后没有账户的直接注册一个就行了。它注册的这个其实还是蛮方便的，一个用户名，一个昵称，然后是用邮箱注册，不是用手机号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就登录进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台 Mac OS 的设备，然后这边可以连接密码。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啊，它可以直接连接 Mac。我的 Mac 是在工作室，现在是在我家的阁楼。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入我们的一个密码，直接连接。哎，有木有？然后这里直接点击最大化。那现在就是一个 Mac 的界面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工作室 Mac 的笔记本。在 Mac 端就非常简单，就直接在 App Store 里面搜索云玩家就行了，然后这里就会有一个云玩家的 App，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版本也是 1.0.6， 那我们直接下载。OK， 这里就已经直接下载好了，而且安装好了，那我们打开，其实非常简单啊，那就是和网页一样的，然后和那个 Windows 也是一样的。那这里
登录一下自己的账号，或者一样的直接在这注册就行。那我们返回，我们登录一下我们的账号，这就已经 OK 了啊。然后在这边它有一个 Mac 设备，在 Mac 设备这一块，咱们可以自定义咱们这个设备的名称，然后可以选择咱们这些显示器，显示器1、显示器2、显示器3。因为我这边这个笔记本是有3台显示器的啊。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设备连接权限，这里是当前我们是已经禁止连接的，这里我们要点击允许。然后这块，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把你的这个账号再稍微加密一点，你就可以输入个账号，如果不需要的话，直接点击确认，到时候你登录上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连接。那我一般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设一个密码，设个简单一点的就行了啊。OK， 这样的话咱们 Mac 端也设置好了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安卓端，安卓端我们直接准备好这个 APK， 就是这个安卓文件，直接安装就行了。其实整个步骤也是一样的，然后目前最新的版本还是 1.06 啊，那直接安装。建议是放到这个文件管理器啊，不然的话有可能会报错。好，这里我们就已经安装好了，在这云玩家，然后还是一样的步骤，直接点击，然后这里输入我们的账号和密码，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个时候注册账号。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目前是不能把手机的画面串流给别的设备啊，这个在技术上是行得通的，就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安卓被控的啊。作者主要担心的就是一个有可能会被拿来做诈骗。好，这一块就不展开，然后我们继续登录，这个还是一样的，非常简单啊。那登录好了。到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有一个安卓设备，但是主要是作为我们串流的一个串流别的设备啊，它并不能作为被控。OK， 然后这边这些东西，好，这里因为它几个端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拿这里的设置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如果我们选择的是游戏模式的话，这里的码率是最高是到8万啊，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手动调到。这个16万，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需求。然后编解码器，解码器这个一般我是直接就是默认，让它自己去选。然后帧率的话，它最高是只有60帧。然后音频是否打开，然后音频的这个码率，然后这里简写版是不是开启，然后再往下其实就是一个网络设置，就是我们有可能在自己使用的时候。比如说遇到一点什么奇怪的网络，它可能就不能直接连接上去，或者说连接错误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的 TEN 服务器，官方是直接给我们内置了一个这个 TEN 服务器啊。但是如果网络不稳定的时候，它可能就整体的就会有一些波动嘛。所以如果你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app， 或者说你就要有自己的一个中继服务器的话，这个可以晚点展开来说。但是，一般如果我们连接不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使用官方的这个 TEN 中继服务器。这样设置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大部分情况都可以直接连上。但用了这个服务器，它就可能会更不太稳定。然后键鼠设置，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眼，什么反转鼠标滚轮、远程鼠标隐藏时自动锁定本地鼠标，然后显示远程鼠标，然后还有 Mac Command 和 Ctrl 交换，然后这里是一个使用触摸而不是鼠标消息，就是触摸设备嘛，就比如说我们手机或者平板，然后它还可以放大我们的这个指针的一个大小，然后屏幕按键就是虚拟手柄嘛，这个就是如果不想在手机上面接手柄，就可以直接手搓玻璃嘛。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模式的，但是它是有这个选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编辑模式，然后默认的话是空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就是导入默认手柄控件开始编辑。那这就是它默认手柄的一个控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它手机上的控件和平板上面的控件的位置它是不一样的，这是手机版的一个控件啊，平板的一个控件它是这样子，手机的控件它是这样子，所以它是这个控件方面它是做了非常多的优化的啊。然后具体大家怎么样搓，
我这里就不演示了，因为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方式，我一般都是直接在外面接一个这个手柄。然后主题的话，就是蓝色是一个办公，然后橙色的话就是一个游戏，它主要是一个帧率和延迟的一个区别啊。但一般建议大家直接把这个游戏模式开起来嘛。然后日间、夜间跟随系统，然后登出账户，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官网，然后下面是版本和一个这个备案。其实整体就是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一套设置它不管是搬到 macOS 上，还是搬到咱们这个 Windows 上，它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在实际的使用里面，其实是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比如说在不同的设备上，它可能会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可能编码的压力会大一点，这个可以手动调低分辨率，比如从 4K 调到1080，这样它的延迟表现就会更 nice 一点。再就是网络的问题，如果你遇到连接不上的情况，可以打开 TEN 服务器中转的功能，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官方免费的 TEN 服务器可以用，但是这是共享的，所以稳定性视网络情况而定。而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服务，那就需要更进一步自己搭建 TEN 服务器了。但是咱们这期内容是最简单的远程串流，这块就先不展开了，具体的如果有需求可以晚点再来说说。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那首先给大家演示，大家其实可能最关心的就是直接使用浏览器串流电脑。现在我们不使用客户端，然后直接找一个浏览器，比如说夸克。那我这里搜索一下，那第一个就是，然后点击进入，然后这里有一个使用网页版，那这里有一个引导，然后我们选择游戏。完成，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和我们那个客户端是一样的，它这里就直接我们登录一下，那这样就可以直接登录进去了。啊，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云飞01，一个云玩家网页端，网页端就是我们自己01的话就是它。那我们点击云飞01，然后这里输入一下我们的连接密码，这里就可以直接连接我们的设备了。可以看到。然后这里我们放大来给大家看，直接在网页上就有这个效果。你看一下，你甚至都不需要下载客户端。然后我把那个动态壁纸给换了，这个就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刷新率啊。先换成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去仔细的看一下它们的这个延迟啊。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延迟，应该是相较来说，有一定参考性的。一边给计时器，一边给我们的画面。我看一下我这边的延迟啊，42156，42032，差不多100毫秒啊。这个延迟是差不多100毫秒。然后我们再切换到客户端，看一下客户端的一个延迟。这个是一个网页的，然后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客户端，这里刷新一下，那我们的这个云飞01就在这儿了。然后我们直接串流，反正不管是客户端还是网页，其实整个都是非常流畅的啊。这是我们浏览器和客户端串流我们的这个 Windows。看一下现在的延迟11076，然后这里是10.098，80毫秒啊，现在是80毫秒，这个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然后串流的平板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最近的新品，这个 KeyPad 红米的这个新品 KeyPad。好，现在我们是 macOS， 然后我们一样的连接一下，先网页啊。那这里因为我之前登录过，所以咱这里是直接有了，就不需要再登录了。那像现在它就是建立连接失败，已断开或未能建立连接。我们再试一遍，就可能它有一些这种小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还是进入到设置里面去，把咱们这个 TEN 服务器给开起来。然后这个用的是官方的那个 TEN 服务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效果。待会儿我们在
切换到我们自己的一个 10服务器。好，连上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延迟，哎呦，下面就已经卡住了。哎呦，又好了。所以这个官方的10服务器，它可能一会儿可能会抽风一下，一会儿可能会抽风一下，因为用的人多嘛。那官方的10服务器可能就这个状态，你能够连上，但不能保证你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现在切换一下自己的啊。好，我们现在换好了，我们再连接一下。那现在就是一个使用自己的10服务器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很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延迟啊，大家自己截图看啊，我这里拍照看一下。其实实际下来的延迟也有100，接近100毫秒。日常使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工作的串流神器，因为现在我们演示的是直接网页串流咱们的这个电脑，那它还可以直接使用客户端串流嘛。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在那边已经填好了自己的地址，但是这边的这个地址它不会变的。就这个10服务器的地址，它没有同步。但是这里又神奇的是，我们用网页直接要使用10服务器，然后我们使用客户端的话，它这里又可以直接串了，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小问题其实。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直接用客户端的一个延迟，我这里也再查看一下啊。那这客户端的延迟就非常低了，客户端的延迟我这里查看的话，它是在40毫秒，是可以达到作者宣传的那个延迟的，就最低延迟40毫秒左右，这个延迟还是不错的啊，这不就妥妥是工作神器嘛。然后我们就是苹果用户的话是直接一样，就直接到这个 App Store 里面去搜索。有云玩家，直接有 App， 我们直接下载。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浏览器，我们用浏览器试一下啊。那也可以直接使用网页版。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网页上串流，这是网页啊。我们直接输入一下密码，然后直接连接。那这就直接搞定了，这是在网页上，就 Safari 浏览器啊。然后我们可以最大化一下，那它就是这样子，最大化。但是这个最大化的指令好像不太行啊。然后这里大家可以具体看一下它的延迟，我这里也给大家截图一下，9692999，30加15也是40毫秒左右的延迟。所以说，咱们作者还是花了比较大的功夫去优化浏览器这一块的这个延迟啊，特别是 Mac 和 Windows 的这个体验真的非常不错。这是网页端，然后我们再切换到刚才下好的这个客户端，看一下这效果啊，也登录成功，然后这边直接就能串，那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延迟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眼。这个延迟就会更高了啊，这个延迟有100多了，100多。所以说网页端它使用 WebRTC， 它做出来的东西，它其实还是网页端优化会更好一点啊。好，现在我们来看重点的啊，就是它来给我们串流我们的 macOS。咱们 macOS 这边已经开启了设备，然后这里它有一个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它这里因为我这里有3个显示器。它这里有选择显示器1、显示器2、显示器3，然后这边这个权限也已经给了。那我们还是一样，先来看网页，直接先安卓串 macOS 啊。OK， 大家看在这里它已经有了 macOS 设备，这里，那我们选择我们的密码，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连接了。那现在选择的是显示器1，所以它这一块就直接是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延迟的表现，在 macOS 上其实延迟就没有 Windows
加 N 卡的表现这么好了啊，其实它是有一定延迟的，而且我们能够明显的感知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画面的一个延迟，然后我这里也给大家来搂一眼，瞧一瞧它这个延迟是多少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延迟相较 Windows 来说，它是高很多很多的，但是它是一个完全可用的状态。我这里看的话，100多毫秒到400多毫秒，它中间是有300多毫秒的一个延迟。再看一眼，看能不能拍到，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高。大家可以看，我这里在试出来的延迟是100多一点点，好的时候是100多一点点，这个效果大家应该是非常满意的吧？而且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直接安装个客户端，然后直接在网页上就可以串我们的 Mac 了，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呀。OK， 这是我们安卓串 Mac 的一个感觉，而且是浏览器。那这是我们的客户端，我感觉客户端好像这个速度更慢一点，延迟更高一点，看一下啊。那客户端确实是会更慢一点啊，它的这个延迟我这里截取到的是有300毫秒，但是如果我们是临时的工作应用级，我觉得这个延迟完全可以接受。OK， 这是我们的 Windows 笔记本，就是23年的红米锐龙啊。然后我们先来浏览器看一下它这个效果。那 macOS 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延迟，但这个看起来就明显能看得到，它这个延迟好像看起来有点高的样子，明显画面就不同步了，应该就是 AMD 卡的原因。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串的这个画质分辨率是贼高的，这个画质是 4K 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差不多还是500毫秒的一个延迟，它这个但是就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它是这个画面和声音的一个滞后了。这是网页串，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端它的这个客户端连接起来怎么样啊？1、2、3、4，连接，好像客户端的优化还更差一点，最大化。好，一开始卡了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延迟还可以啊，延迟在100毫秒，还是我们的苹果手机。我们先来网页，那 macOS 连接设备，那现在是出了点小 bug 啊，连上了，但是没有画面。我再断开试一下啊，再来一下，好，测出 bug 来了啊。我们使用手机网页，就是苹果手机的网页，并不能直接串，就是画面没有，应该是适配的问题。那我们再切换到客户端，客户端应该没问题，你看，客户端这就有了，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延迟啊，一个157，一个376，所以延迟的话应该是在200，还可以，真还可以。OK， 那这就是我们延迟的一个测试，都是使用默认的设置啊，然后也都是4K 60帧的一个画质，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它能干嘛，就是小小的展开一下。就这样分吧 ，Mac 的话，咱们就是远程工作，然后 Windows 的话就是远程游戏。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我这是在家里的阁楼，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就随便找一个浏览器，就比如说常用的星源浏览器。好，这就登录完成了，然后它现在在初始化，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多个设备啊，一个是我的这个
Windows 电脑，一个是我的 macOS 电脑，还有这是另一台，然后这是我现在这台。那我们先串一下咱们的这个 Windows， 我们可以在设置里面改成游戏，那输入一下连接的密码，这里就直接可以连接设备了。那已断开或者这个你要切换网络，或者在设置中启动腾服务器，再试一下啊。好，这个连接失败，然后再看一下 macOS，macOS 这里直接有连接密码，我们直接选择连接。那 macOS 是连接成功了。那比如说我们 Mac 的话，一般就是工作嘛，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工作了。而且大家看，这个速度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正面的一个效果啊，就是网页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就是个网页的效果。你别说，还挺流畅的啊。那最大化。那比如说，直接用 Final Cut。你要这样临时改个文件，也不是不行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流畅程度。那这边的声音我好像是没开，看一下声音是不是没开来着？开了声音。也就是说，这个声音还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其实你看，其实这个支持的还是非常好啊。那这个速度是完全可用的。现在是我们串 Windows 打游戏啊，直接就用咱们这个平板。OK， 然后可以触屏，比如说我们玩黑神话，它对于触屏逻辑的优化是可以的，就是触屏的话没有问题。然后下一步的话，我感觉应该是搞这个自适应屏幕，也就是自动分辨率之类的啊。不然的话，你看现在这个感觉上下有两个这个白边，其实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哈。然后它也有这个大鼠标，那大鼠标。点击右击，那把这个鼠标去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功能，那键盘，然后游戏，其实都挺全面的，声音还是有点小啊，我把声音拉大。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像这种4K 60，它其实串起来有点压力，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平板性能不太好啊。你看4K 60的话，它就有点压力了。这个要看大家自己的一个解码的一个性能，因为毕竟是刚做出来的东西嘛，所以我这个我得去到它的桌面，把它这个屏幕换成1080。换成1080之后，它的这个串流效果会好很多啊。OK， 你看，这就不卡了。但其实还是能够感觉出来延迟的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它比较适合工作，你工作稍微慢一点点，其实无所谓的，就没有游戏这样要求高啊，就是对延迟的要求那么高。那我们随便打一个，
就能够感觉得出来有延迟。那游戏这一块基本上就这样，然后它对手柄的支持也很好，就目前这种拉伸手柄它是可以支持的。然后我们也试一下，直接在网页看一下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就是直接网页加手柄看一下能不能行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感觉网页的它这个延迟还更低一点。这里的延迟我解释一下原因。云玩家使用 WebRTC 作为传输协议，目前它是仅适配了 Windows 加 N 卡台式机的硬解码以及苹果和部分安卓设备的硬解码，所以它目前在某些场景它的延迟会稍微高一些，这方面还需要继续等作者优化。而 Moonlight 的低延迟来自于 GameStream 的直连架构与 GPU 级加速，它是专为游戏低延迟而设计的，所以在游戏的低延迟方面肯定是没有 Moonlight 加3渲来的优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手柄支持还有虚拟触摸的功能，它都是全面的，这点很好。游戏党是可以基本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而我们常需要的屏幕分辨率也可以直接通过自定义屏幕的分辨率来搞定，但这个要看大家各自的设备，像我的它就开启不了。这个还是希望后面的版本可以直接把这块的功能给整进去。而整体来看，我个人而言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全平台免费工具。目前还有简写版的一个功能，在主控的系统上就是当前系统的一个快捷方式，不仅仅对于游戏串流有很大的帮助，更是对于远程临时办公有比较大的助力，特别是 Mac 系统下的串流体验。在此之前 Mac 的串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之前大佬的视频就没有介绍到 Mac 系统这一块，所以我这才想要详细的来给大家了解它一番。当然补充一点点啊，软件都是由大佬2个人开发制作，而且出来也没多久，肯定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小 bug， 大家包容反馈。然后有一些来自作者的话，大海作者他是表示，目前的性能在 Windows 网页端控制 N 卡的时候已经有接近 Moonlight 的一个水准，但 Mac 端它还在持续的优化当中，后续会加入虚拟屏幕、更多的 Turn 节点和显卡的一个支持。也欢迎社区大佬一起来玩上云玩家源码。最后，相信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多半都已经在开始下载试用了。如果你在使用中有什么建议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来留言反馈。我这边已经和胖大海大佬建立了联系，你们的声音都能够直接传达给作者本人，功能需求也好 ，bug 修复也好，都会被认真参考。当然，这本质上还是一个为爱发电的开源项目，整个开发和迭代完全是靠作者的热情和兴趣在驱动。如果你觉得好用，也可以多多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国产远程串流软件越做越好。这一期视频下来，网页串流、Mac 串流、手机串流，看完你就能够直接使用手里的设备串流你各种电脑了。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串流世界，也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